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4年秋天即将上演的扣人心弦的美国总统大选，主角当然就是特朗普和哈里斯。随着星象的变化，这场选举注定不会平静。下半年的星象交织会带来一连串突发事件和戏剧性的转折。到底谁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命盘又透露着哪些隐藏的线索？接下来我们将从占星的角度深入剖析，为大家揭示这场选举的关键动向。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枪击事件和意外的候选人更替。2024年7月15日，火星与天王星在金牛座合相。在这前一个周末，引发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事件，特朗普遭遇了枪击。这个突发事件直接促使拜登在紧急选举中宣布退出，不再寻求连任。这一周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高潮时刻。火星与天王星的引动下，带来了无法预料的转折和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和暴力冲突、枪击相关的情况，瞬间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迅速成为接下来的总统候选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与特朗普竞争的主要对手。同一周发生了摩羯座满月，而且紧随其后的是冥王星在水瓶座的影响，更加进一步强化了紧急权力的重组。当时的星象组合带来重大的变革和动荡，不仅仅改变了当前的政治格局，也为后续选举发展埋下了深刻的伏笔。我们知道，当前木星已经进入了双子座，这对2024年的总统大选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拜登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而特朗普的太阳星座和哈里斯的上升星座都是双子座，可以说这是非常戏剧性的组合，有一种命运推动候选人发生变化的感觉。从拜登的行运来看，他在今年遇到了非常合适的接班人，而特朗普和哈里斯双方更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在木星的推动下，特朗普和哈里斯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中心，而且从行运来看，两位候选人确实各有胜算，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场激烈的辩论，以及他们所提出来的新政和方针。尤其木星即将进入哈里斯的第一宫，这个位置和他个人成长还有身份认同是息息相关的。木星的影响会让他迎来全新的身份认同，还有职业上的突破，就好像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对他来说，这次竞选无疑是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机遇，是他迈向更高平台的一年。这个会让他变得更加积极、自信，来迎接新的挑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木星已经进入双子座，但是哈里斯的上升星座位于双子座的24度26分，因此呢，直到最终选举结果揭晓，他的机遇还是在酝酿当中，并未完全展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次辩论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从2024年7月21日到2024年9月5日，火星将在双子座停留，这就推动了两位候选人全力备战竞选。这段时间，星象的能量将激发出强烈的竞争氛围，我们可以预见双方的攻防战会越演越烈，无论是辩论、政治主张还是竞选活动，都会变得格外引人注目。火星呢，是行动力还有冲突的象征，它在双子座的停留就会让两位候选人都更加具有战略性还有机敏性。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密集的安排竞选活动，积极参与辩论，而且更加频繁地通过媒体发声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言辞交锋还有观点碰撞都会达到高潮，整个竞选过程呢会充满了悬念和紧张。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而言，这段时间不仅是政治立场的角力，更是个人魅力和领导力的展示期。火星双子的影响下，灵活的沟通技巧还有快速的应变能力就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选战的节奏呢会变得更加紧凑，而且扣人心弦。无论是争取中间选民，还是巩固各自的基本盘，这段时间都将会决定他们竞选的成败。
因此在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一些新动向，比如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了重返白宫，全力动员家族力量，展现出一种家族竞选的战略。在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他几乎每次公开露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以及艾瑞克或者是其他家族成员的身影。特朗普不仅依赖家族的支持，还选择了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为他的竞选核心圈子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特朗普的17岁孙女凯伊·特朗普也上阵助力。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凯伊描述了他的爷爷，形容他非常慈祥，充满关爱，而且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爷爷，在爸妈没有看到的时候会给他买糖果和汽水。特朗普的孙女用温馨的描述，在选民的心中营造了一个更为柔和亲近的特朗普形象，尤其是在他之前被定罪并面临其他法律诉讼的背景之下。而且8月21日，特朗普在美墨边境还有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首次的户外竞选活动。这次他再次选择户外演讲，还用防弹玻璃包围讲台，显示出他在面临严峻挑战之下的坚定与不屈。家族的支持、竞选团队的调整以及面对风险的从容不迫，所有这一些都说明特朗普正在全力以赴，重返白宫的决心十分坚定。那哈里斯这边8月22日晚，他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主题演讲，全面阐述了他很多竞选理念还有政治上的愿景，也对特朗普进行了犀利的抨击。这次演讲不仅标志着他在竞选中的坚定立场，也展示了他对未来明确的规划还有深思熟虑的政策主张。哈里斯提出了一个切实关怀普通民众的政策，为首次购房者支付平均 2.5 万美元的首付。这个提议是为了帮助更多美国人实现购房梦想，尤其是长期被排除在房市之外的年轻人还有中低收入家庭。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计划通过联邦禁令来遏制食品生产商还有超市的恶意抬价。这个提案直接回应了广大消费者对食品价格飞涨的不满，也展示出了他为普通民众利益而战的决心。哈里斯的讲话很显然也增强了他竞选的形象，同时突出他的政治远见还有执行力。他向选民传递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就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政府将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解民生压力，打击不公平的现象，并且为美国的未来奠定更加繁荣的基础。那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竞选活动都已经进入紧张而激烈的阶段，双方的团队呢忙碌得如火如荼。对于哈里斯来说，这更是一个需要勇气和决心去迎接挑战的关键时期。他面临的压力和机遇是并存的，尤其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他需要迅速展开行动。这个阶段对于哈里斯来说是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犹豫或者等待的，成为候选人的时机到来得非常突然，他需要用极快的节奏去应对。所以呢，在火木合相在双子座的情况下，他就需要快速地发布公开声明，提出政策方案，为即将到来的辩论做好充足的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才能够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领导力还有愿景。而且社交媒体也在火星进入双子座这个时间段扮演重要角色，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带来大量的关注和讨论，各种关于美国大选的热点话题层出不穷，选民的关注度也随之飙升。正是这样一个高光与高压并存的环境下，哈里斯需要用果断还有敏捷的姿态来迎接挑战，让他的竞选之路更加稳固。那在接下去的选举中，火星和木星都是落在哈里斯的12宫里面，这就说明他在这段时间会采取相对低调的策略，默默酝酿他的竞选方案。12宫象征的是幕后的力量，所以哈里斯的行事方式会变得更加谨慎，表面上可能并不张扬，但实际上他正在大胆而低调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接下去的部分，我们将着重分析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运势，看看在接下去星象的影响下，谁更有可能最终获胜。我们不会讨论候选人当选后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是更聚焦在接下去几个月中谁的运势更强劲，最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统。
首先，9月18日的双鱼座月食，还有10月2日的天秤座日食，都会对选举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哈里斯来说，双鱼座月食会显著提升他在事业上名望还有关注度，这是他职业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同时呢，也将决定他的竞选策略还有未来方向。而且更有趣的是，双鱼座月食对拜登的影响。这次月食呢是落在拜登的第4宫，就象征着他即将迎来退休，回归家庭。而且4宫本身就有结束的含义，所以也象征着拜登会结束一段公共生活。这不仅说明拜登会从心态上面圆满和放松，也预示着他正式把接力棒交给哈里斯。从星象上来看，这次美国总统候选人临时更替，也更像是一种天象的安排，还有运势的选择。一个人的退场换来另外一个人的事业高光，而哈里斯很可能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迎来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哈里斯的本命盘第10宫代表事业公众形象的宫位，里面有凯龙星落在双鱼座。凯龙星的第10宫双鱼座，就是说明他在职业生涯中存在某种深层的伤痛还有不安全感，特别是公众如何看待他，还有他如何去获得认可。那双鱼座的能量就会让他公众形象中带有一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会让人感觉模糊不清，难以捕捉公众定位。而且凯龙星对冲了他本命盘的天王星和冥王星，这就说明他在事业上可能会面临突如其来的挑战，还有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动就可能会是权力斗争，或者是一些重大的调整，而且呢，可能会和他家庭背景出身有关，这些可能会成为他职业发展上面潜在的障碍。不仅如此，2024年行运土星恰好会经过哈里斯第10宫内的凯龙星，形成紧密的合相。那这种紧张关系在2024年选举期间可能会被放大，带来一些阻力，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艰难、失望，还有错失机会的压力。那土星本身就象征着延迟、停滞、失败还有阻力，所以当它落在哈里斯第10宫里面，显然是对他竞选不利。虽然说木星过境双子座会给他带来展现自己还有发展职业新身份的好机会，但是真正收获成功并非易事。行运土星就好像在暗示哈里斯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时机尚未成熟。这对竞选总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因为第10宫和公众形象还有名望密切相关。对于哈里斯来说，2024年土星过境带来的挑战，可能就说明即使机会看似不错，但他还是可能会面临煮熟鸭子飞走的困境。他可能会很难完全赢得公众的信任，即使在竞选中全力以赴努力奋斗，但是他还是需要注意自身过去职业还有生活家庭背景对竞选可能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的行运情况。首先，2024年9月18日双鱼座月食对于特朗普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今年木星是进双子座，象征着他事业即将迎来高峰和好的转折点，但是这次双鱼座月食可能会加剧他内心的不安、不确定感还有危机感。就是因为拜登突然的隐退，哈里斯的出现，其实让原本比较明确的局势变得有点扑朔迷离了。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行运木星刚好过境特朗普本命盘中太阳和北交点，而且是位在他第10宫内，这就说明今年在竞选中他是势在必得的。重返竞选舞台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运势的推动。木星的加持会让特朗普在2024年很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和选票，他个人优势和风采也可能会在这一年被放大。比如说之前枪击事件发生在火星跟天王星合相的期间，刚好过境了特朗普的天顶。虽然这次突发事件对他政治生涯造成了影响，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生命威胁。而且行运土星在2024年对特朗普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这就说明特朗普将会面对不少的反对者还有争议，比如说像之前的枪击事件那样的险境。因为7宫代表的是公开的敌人，所以特朗普即使努力争取竞选，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可能会有人公开质疑他、挑战他，但是这些挑战看起来并不会阻碍他获得最终的成果和荣誉。可以说，随着木星换座进入双子座，
这段时间对特朗普都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枪击事件过后，一些历史性的照片被捕捉到，展现了他无畏和勇气，那这无形中也增加了他的选票。更重要的是，接下去直到选举结果公布期间，在行运火星的影响下，特朗普将采取更加直接、激进、迅速、果断的拉票策略。总体上来看，虽然2024年充满了挑战，但是在火幕的推动下，特朗普依然有望在这场竞选中持续展现出他的实力和韧劲。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从两位候选人的行运来看，木星的加持让他们各自占据了不同的优势，可以预见在接下去辩论中，双方将会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交锋，而且哈里斯应该会有很出色的表现，强势的辩论，两个人都可能会提出非常有力的观点和方案，足以反驳对方。届时竞选的竞争就会进入白热化的状态。9月份的辩论期间，冥王星也会逆行回摩羯座。那关于9月份重要星象冥王星逆行回摩羯座，对这次总统选举还有未来局势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大家可以回顾上一期视频冥王星逆行回摩羯座，我们在这期视频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点。至于选票结果，从双方推运还有卜卦的结果来看，两个人得票差距可能不会太大，双方各自有稳固的支持者。但是民主党因为枪击事件临时换将，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从运势上来看，特朗普处于只要努力争取一下就能获得成功的运势里，而哈里斯在整体上略逊于特朗普。有可能这次总统竞选的经历会成为哈里斯未来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机。但不得不说，这次民主党临时换将确实显得有些仓促。哈里斯要在短时间内追赶，获得公众完全的信任，恐怕并不是很容易。所以这次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反转，整个过程充满了跌宕起伏。早期的票数不一定代表最终结果，而且选举日定在2024年11月5日。从当天的星象来看，月亮将会位于射手座28度附近，当晚选举结果就会揭晓。特朗普可能会为这次美国选举带来一段煽动性、充满狂热和激情的篇章，整个过程会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结局让人难以预料。这场选举注定会成为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无论如何，2024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土星和木星形成了4分相，对于政客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年，因为他们要在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寻求方向，这会变得非常困难。面对3王星接下去纷纷换作带来的新时代，政客们不仅需要把握好未来的趋势，还需要应对眼前的各种问题，比如说像经济衰退、低迷的信心等。因此这需要考验智慧和决断力。那这期竞选预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欢迎分享，也别忘了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